那我倒要先问问你，你这个土豪家的座上客，你是怎么混进红军阵营的？真妹子同志，请你注意你说话的分寸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你都不明白了？柳双儿委身嫁给了土豪，她还是红六军的兵吗？你这个土豪家的座上客也加入了红军，这让我觉得恶心，让我反感。真妹子同志，请你注意你的态度。现在是我奉上级的命令，对你们履行手续、履行审查、指导的职责。指导我？你不配！你去告诉那个凌峰军长，我真妹子和黑风洞的弟兄们经得起任何改造，唯独你这个土豪家的座上客，你没资格改造我，没资格改造我们的队伍。什么你的队伍？你还在端你的山大王架子吗？我警告你，真妹子同志！你这是在跟苏区的政工干部谈话，你的一切语言和行为都将记录在案。曹夫人，怎么了这是？没事儿，芝麻堆里边蹦出了一只臭虫。好吧，我们今天的谈话到此为止。但是我希望你们要端正态度。好自为之吧。刘双，我是你的姐妹，背叛了我们的誓言，背叛了穷苦人，你是个土豪，你的账和堡主大宅欠秦场所的血债，我们日后再算。不要杀他！不要杀他！我们是姐妹，不要杀他！姐姐，醒醒！姐姐，双儿，双儿，怎么了？姐姐是不是做噩梦了？吓死我了！少我，我梦见真姐姐了。这些天，你为了他的事情忧心忡忡的，看得出来，你是真在乎这个姐姐。我刚才梦见他，他一直在梦里骂我背叛了誓言，做了土豪。他还说日后会跟我清算。傻双儿，那是梦。有件事情我还没告诉你呢。大栓说，避风洞的土匪全离开上清江了，说是跟真妹子投奔红军去了。那好啊，真姐姐终于如愿以偿了。难怪我刚才梦见他跟红军在一起。可是很奇怪，我梦见红军要杀他。你呀，就是想的太多了，才做这些乱七八糟的梦。可不能这样啊！
肚子里的孩子也怕。躺会儿吧。我就听双儿姐姐喊着“不要杀，不要杀”，喊得好可怕呀！杀什么？杀谁？奴婢不知道。大姐，双儿怀着孩子，做杀人的梦，怕是不吉祥了。是啊，莫不是什么冤魂缠上了他？哎，这个丫头本来就犯过杀戒的。大姐，自从双儿嫁进大宅，老爷子先是盘世宝打打杀杀，也没少死人呐。哎呀，阴气太重。哎，要不这样，请个神婆来做场法事，驱驱邪魔，保准管用。二姐说的对，在这个时候，可不能让阴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动了双儿的胎气。这倒是个好法子。老堡主在世时，老身常去大宅给老堡主做法，多蒙武姨娘恩惠。你还没忘记就好。怎敢忘呢？虽说老堡主不在了，可在老身心目当中，一直把武姨娘当主子待呀。最近大宅是不是又请你去做法？是的，是给少夫人驱邪。仙师，这个你收下。武姨娘，老身何敢收下如此重礼呢？我今天来是有一事相求。若仙师照我的话去做，我还有重谢；若不照做，就去大宅直接告发我。武姨娘，千万可别这么说，老身哪敢去告发武姨娘呢？武姨娘，请说，只要老身能做到的，一定照着去做。那我在这儿先谢过仙师了。仙师为柳双儿做法事时，就说她被冤魂附了体。再然后呢？再之后嘛，就是将神符化水，让被鬼魂附了体的人吞服，这是降仙除魔的主要法子，没有哪个仙师神婆不照此做的。你把这个化在符水里，让他一起喝了。什么？娘要请人给我做法，简直是胡闹嘛！都怪我娘，迷信神鬼。关键是你相不相信啊？我一个大学生，能信这些个乌七八糟的东西吗？可我拧不过我娘啊！不行，我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，更不行放在我身上。明天我就回绝我娘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一定回去。说好了。嘿嘿，听听。哎，还动了。谁说双儿肚子里的孩子被鬼怪附体了？简直是一派胡言！这不是咒我们吗？你给我住嘴！是我说的又怎么样？当年我怀你的时候，就是你爹请来的神婆保的驾，不然能有你今天这么光光鲜鲜的样子啊？娘，我实在不能忍受一个神婆来摆布我，
和我肚子里的孩子。双儿，快坐下。双儿啊，现在不是你受不受摆弄，是你肚子里的孩子必须平安。他可是我堡主大宅的骨血，出不得半点差池。哎，双儿，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你婆婆的苦心呢？安安全全传承少武这一脉，子子孙孙把堡主的位置坐下去。这儿没你嚼舌根子的份儿。哎，大姐，我这话可是顺着你的在说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好话到了你嘴里也变了味儿。你别当我听不出来啊！子子孙孙把堡主的位置坐下去，怎么了？少武成器，媳妇儿能干，大宅经得起风雨，磐石保太平，气死那些个眼红的人。好好好，老爷子走了，就没我说话的份儿了。大姐，有本事就让神婆为媳妇儿保驾护航，多生子孙。双儿听你的话就行。娘，您快别生气了，这件事情上是我跟少武不懂事儿，欠考虑，一切就按照您的意思来。啊，那个神婆做法是在什么时候啊？哎呀，已经说好了，就在明日辰时，阳气上升，对胎儿最好呢。好，一切听娘的安排。双儿，你怎么？哎呀，你媳妇儿都答应你，还说什么话？你可真行啊你啊！让我帮你顶缸，你倒先答应了，你这不是出卖战友吗你？嗯，你别急呀，这里面啊有名堂。还没名堂？五姨娘比妈还着急，你刚才就没听出来啊？她拿话激将，连娘都看出来了，她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又搞什么歪门邪道？这神婆做法虽然没有亲眼见过，倒也听说过不少。这次啊，咱俩就算长见识了。到时候放松了点，好好配合我就是。我配合你。先生您来了，哎，快里边请。五儿，先把灵验。少夫人，请眼下神符。啊，仙师啊，为什么要我喝下此神符呢？少夫人，你古老堡主的冤魂就附在你的体内，乘我作祟。此神符是上天钟馗大仙所赐，可驱除老堡主的阴魂，保少夫人平安。仙师啊，这老堡主为什么要附在我的体内呢？
老堡主有冤！我好像有感觉了。本师心法果然灵验，少夫人，请快快引下神符，可保少夫人平安。哎，仙师啊，这既然老堡主有冤，在这儿的都是他的家人，他何不附在我体内，跟家人说说话，续续冤呢？我是秦望天。爹，快，都跪下，我得显灵了！哎呀，老爷！爹，老爷，尔等听好，我在人间阳寿不足，被阴间无常索命，都是因为徐小妹这个妖妇所害。爹，少武听着呢。老朽今天附在儿媳体内，别无他求，只唯愿我儿少武能够逼徐小妹这个妖妇喝下仙师神符，化妖孽为善人，以此保我大宅平安。若你们不按老朽要求所办，老朽就将从此以后永远附在柳双儿体内，从此大宅人丁世世不得安宁。徐小妹，喝下去。我爹的话都听清楚了啊！喝下这神符，你这妖妇就化成善人了。喝。仙师，这做的是什么法呀？哪儿那么多废话呀你啊！我爹都是仙师请回来的，你敢不听他的话？喝了。五妹啊，老爷生前待你不薄，你没少祸害他，短了他的阳寿，你赶快喝了它，从此大宅就安宁了。五妹，你快喝呀，老爷还等着呢。快喝呀！去吧，喝呀，快喝！哎，喝了。好，老爷息怒，我喝。仙师，我公公走了，你看，我也没事了。万幸万幸，恭送老堡主归临天界。老爷子一路走好，神灵保佑我大宅从此安宁啊！啊，仙师，真是谢谢你了。如果以后大宅还会有什么奇怪的事儿发生，我一定还会去麻烦您的。今天就谢谢了。哈哈哈！我的双儿，你是怎么知道浮水里有名堂的？要想害我，除了通过那碗水，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一定是五姨娘在作祟。这大宅里除了她，也没有什么人想害我呀。不过，仙术这种事儿，以前害死了不少人，大家都不敢追究，只能徒自悲哀了。真是愚昧啊！哎，
不过，你要是着了他们的道，悲哀的可不止你一个。首当其冲的就是我娘，亲手把儿媳妇推进了火坑，自己还不知道。我就是想通过这件事情让大家看清事实。哎，双儿，可这武姨娘喝了符水也没怎么样，我还担心这碗里边有毒药呢。就算是有毒药，也是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怪不得别人了。对，对付这种人，就应该毫不留情。他的那些恶事儿，我早就想找机会清算了。不过他现在也没什么动静。双儿，是不是我们多心了？不会，这个名堂啊肯定是有的，只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那个碗里除了神符，到底还有什么。最让我开心的呢，还是你陪着我在大宅里风风光光的演了一出戏，借你爹这个钟馗打鬼，也警告了那些其他想害我们的人。这个小机灵鬼啊！你怎么想到把我爹搬出来的？还煞有其事的演得惟妙惟肖的。你以为我就会打仗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在南阳上女中的时候，可是文明戏的主角呢。哟，还吹上了。堡主姐姐，堡主姐姐，不好了，武姨娘她肚子疼，疼得死去活来的。现在呢？老夫人请了郎中，正瞧着呢。杜鹃，郎中诊断完，偷偷把她带到我这儿来。是。看来还真是有名堂。武姨娘近时间内可服了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我陈氏大宅做法事，我喝了一碗神符水。一碗化成灰烬的符水，不至于死。我不知道，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，啊，疼死我了！原谅老朽冒昧，请武姨娘解开裤子。啊！你要干什么？检查一下私处，诊断病症。你那么大年纪了，你还耍流氓啊你！五妹，俺那是怎么病呢？都是过来的人了，切莫要讳病忌医，延误了治疗。啊！先生，哎，是幺妹啊，有什么事情？先生，我家少奶奶请您过去一趟。哦，请。请。武姨娘未曾受孕，为何服此猛药？什么药？堕胎。堕胎药。老朽检查过她的下体，断不会诊断错。杜鹃，送老先生出去。是，姐姐，先生请。堡主，少夫人告辞。这个恶婆娘，饶不了她。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新账旧账一起算。少武，你干什么去？早上的法事全是阴谋。那碗下了神符的水里是堕胎药。五儿啊，这可是真的！哎呀，造孽呀！娘，我可不想没事找事儿，往下听你就清楚了。大家伙都看见了吧？那碗堕胎药让武姨娘给喝了。徐小妹，你敢不敢当着大家伙说一说堕胎药的滋味啊？嗯？说，
为什么跟大宅过不去？娘，一个神婆子能跟大宅过不去吗？是有人同我跟双儿过不去，是跟双儿肚子里的孩子过不去。那碗堕胎药是冲着双儿来的。徐小妹，你这个瘟神，你说是不是你串通那个天杀的神婆要谋害我双儿？大姐，少堡主，不关我的事儿，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大栓，少爷，人呢？带上来。走。鄂夫人这几年仗着老堡主宠着她，可他妈没少干坏事。对，现在是少堡主当家，居然敢对少夫人下如此狠手。照我说呀，少堡主早就该把这恶婆娘沉到天坑里面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就是，还有那黑了良心的神婆。对。老爷，你看到了吗？我徐小妹不是你一场，最后竟然落得一个沉天坑的下场。老爷，你显灵，你前生喝的那碗符水，要是碗毒药该多好！让我随你去了，你在人间也少点怨恨。姐姐，嘛慌慌张张的，说，少堡主要把武姨娘沉进天坑了。下午的时候，少堡主把老夫人和几个姨娘，还有所有的佣人全都招到了大堂。武姨娘抵赖不过，全都招了，当场差点没把老夫人给气死。少堡主一怒之下，按祖法家规，要把武姨娘和神婆沉进天坑呢。真是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少堡主跟老夫人特意嘱咐过，说这事儿不能告诉姐姐，怕动了你的胎气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哎，姐姐，徐小妹这么恶毒谋害姐姐，她就该死，姐姐不要管算了。不行，我必须管。姐姐，你慢点啊！老栓，醒醒！是。堡主有令，时辰到，带罪人下天坑。双儿，你怎么来了？不跟你说过吗？这事儿你别管。少武，你先停下来。为什么？徐小妹作恶多端，罪大恶极。少武，你先冷静一下，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来处理吧。乡亲们，徐小妹企图谋害我的事，
是大家亲眼所见的。我想通过这个事实告诉大家，谁也不要相信迷信，否则真的会害死人的。今天通过这件事情，我想堡主也会同意我的一个决定。以后烦我磐石堡的人，谁都不要再搞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，不管是明里暗里，不管他是谁，都将严惩。乡亲们，杀人偿命是天理，但是徐小妹企图谋害我，她没有得逞。所以今天，我想恳请堡主同意我的一个决定，留她一条性命，给她一个改过自新、好好生活的机会。为什么要放我？就是太拿这么狠心了，千万不要放。乡亲们，最后我和堡主想告诉大家，即使以后磐石堡有该死的人，也不能依着旧制填坑杀人了。磐石堡必须从今天开始，永远的废除这种祖宗旧制留下来的野蛮的、残忍的杀人刑法。少妇人死，少妇人死，大一大个，少妇人死，大一大个，大一大个，大一个人死，少妇人死，大个。柳双儿，少夫人，你真是个菩萨心肠的妹子。我徐小妹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你的恩情。杜鹃，出去吧。是。少武，你今天为我的行为不高兴了吧？怎么会呢？你废除了磐石堡的封建迷信，废止了祖先留下来的野蛮恶习，又受到了父老乡亲们的热烈拥戴，我怎么能不高兴啊？算了吧，我能看出来，我处理的3件事里面，至少有1件事儿，你是不太满意的。是，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放了徐小妹？她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暗算你，你想过没有？如果让她得逞了，会给我们和磐石堡带来什么样的灾难？其实我今天放她这一条生路，心里也挺矛盾的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放她？因为她的身世。身世怎么了？少武，你想过没有？哪一个青春年少的女人愿意给一个行将就木的男人做妾？这一定是迫不得已了。正因为这样，才导致了她今天的种种行为。其实我挺同情她的，她也是一个被封建制度摧残的牺牲品。双儿，我知道你善良仁慈，可许多人和事已经木已成舟了，谁也无法改变。我就怕呀，你今天的仁慈会给我们日后带来隐患。都来了，来坐。大家坐。同志们，这是由三江地下党转来的情报，报告了黑风洞这帮土匪曾同保安司令方基福有过关于招安的接触。同志们，招安是什么？是招降纳叛。而被反动派招安，那可是革命的敌人呐！情报上还说了，甄妹子也参与此次的招安团，地点就在横江镇。这不足为奇，因为他其实就是黑风洞的实际当家人。因为条件没有谈拢，而与保安团发生火拼，继而率黑风洞投奔了苏区。我们可不可以断定，黑风洞对苏区的投奔带有很大的投机性？夏部长，对于这份情报的来源值得怀疑，
根据我在上清江时对甄妹子和他们这支队伍的了解，他们对保安团是敌视的。最起码，甄妹子因其自身的遭遇，十分仇恨土豪劣绅，仇恨保安团。宋岩同志，你是不是怀疑那些顽强战斗在白区，从事着秘密情报工作的同志？不是，夏部长，您曲解了我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指，这会不会是敌人的离间手段？那好，我就再为你宋岩同志举证一个事实：你这个黑风洞的政治指导员掌没掌握黑风洞武装有撤出苏区、重返上清江的图谋？我确实没有察觉出他们有这样的企图。我只是提醒，这事关一支队伍的改造和存亡。对这样的举证，我们一定要慎重。来的这些个日子，味道不对呀。我向来不怀疑我这鼻子的嗅觉。我也是这个。哎，原以为啊，凭着数百兄弟的归顺，都能给咱们换来个好前程嘛。可谁知道啊，哼，啥好处都没有。偏偏还来个潘石堡土豪家的座上宾，天天给俺们上政治课。哼，真是晦气啊！那叫紧箍咒。我看啊，姓宋这小子包藏着祸心，想用这紧箍咒替潘石堡向咱们寻报复。没见刚到那天，嫂夫人同他吵得不可开交。哼，是这个狗屁姓宋的，这根本就没安好心。哼。我们的布尔什维克革命，忘公废私，天下劳苦大众的解放而起，跟没有封官许愿、高官厚禄那一套。倘若黑风洞这帮子成天做着招安梦的惯匪们不如意，会不会在苏区重蹈火拼保安团的覆辙？他黑风洞匪帮谋划这么大的事情，也绝非四面不透风的墙。至于说甄妹子这个黑风洞的女当家在此事件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，就不言而喻了。理由很简单，因为她与秦长锁是夫妻，还有个孩子。宋岩同志，在座人中，你与他们接触最多，可以重点向大家说一说，你在核实调查黑风洞武装的过程中，甄妹子的态度。你去告诉那个凌峰军长。抵触？抵触？什么样的抵触？宋岩同志，虽说你投身苏区时间不长，但是你的觉悟和你高涨的革命热情，很快获得了组织的信任。宋岩同志，我们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者，在原则问题上是容不得半点含糊的。我明白，甄妹子的抵触带有明显的敌对情绪。同志们，都听清楚了吧？投机未遂，导致情绪敌对，进而导致脱离苏区的图谋。结论是什么？是率众哗变。现在苏区正在搞什么整肃内部，清除异端分子。保不准姓宋那小子利用这势头，把咱们这些个惯匪给整了肃。当异端分子给清除了，那可真就把黑风洞几百号弟兄全都给坑了。老大现在被夫人迷得昏了头，咱兄弟三个心里面可要有数啊！他娘的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趁着咱黑风洞的兄弟还没被分解整编，惹急了，俺就带队伍撤出去。哼！可是咱们要走，那夫人是道坎，这道坎是伴着大当家的。我倒有个盘算，陈哥。哎，
黑风洞里就属你点子最多，快说来听听啊！少夫人一门心思想要投红军，那就让她去。老大若舍不下夫人，也让她留下来，毕竟嘛，他们是夫妻，还有个孩子。可咱兄弟3个得带着自己的人走，另立山头。那岂不是同大当家的和夫人翻了脸？再说，咱们仨兄弟又找个什么理由拉着队伍离开红军啊？找个机会，让红军同嫂夫人翻脸。到那个时候，咱们拉弟兄们走，他还能挡得住。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，分化瓦解其核心集团，进行政治改造。孙岩同志，具体措施由你来执行。暮雪还是惊雷，梅花不怕风吹，熬过冰雪的疲惫，等待春暖的珍贵。前方挡住了谁？目光没有后退，战火走出的姐妹，越过生命的堡垒。狼烟中的玫瑰，穿过迷雾不能后退，经过不让虚美，谁说只会流泪？信仰也有是非，只是我无法奉陪，千山遇上万水，眼中还有热爱，还有热爱。狼烟中的玫瑰，穿过迷雾不能后退，经过不让虚美，谁说只会流泪？信仰也有是非，只是我无法奉陪，千山遇上